家养7种花，消除家中莫名其妙的异味，从此室内清新，香味飘，亲戚朋友都羡慕，特别是口臭体味、老人味都起作用。你知道吗？老人味从40岁就开始了，只是很多人都还没意识到，这也是很多人家里不知原因有异味的原因。为了让我们家里时时空气清爽，花花今天介绍3类植物，特别是有一种花卉，不但花开娇艳，还满屋飘香，最可贵的是它还能食用，并且食用后还能让我们口齿生香，消除身体异味。第1类，开花类，花香四溢。1. 茉莉花。古人说茉莉一会能令一世香，在家里养盆便宜的茉莉花，开花时节满屋的清香，不但能缓解焦虑紧张的不良情绪，还能让人身体更加轻松，缓解疲劳。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，它的花香及枝叶里都能散发出茉莉花精油，这种精油有杀菌的作用。不仅如此，茉莉花生长的过程中还能净化部分有害气体，减少粉尘灰尘，吸收家里的讨厌异味。茉莉花的特性是越到夏天花开得越旺盛，如果照顾得好，1年开4茬或者5茬也是有可能的。平时我们买的盆栽多数都是重瓣茉莉，比较容易栽种，价格也便宜，也是制作茉莉花茶的主要材料。但如果你喜欢花开量多，而且香味浓郁的话，可以选择养一盆单瓣茉莉，也就是比肩茉莉。但无论是哪个品种的茉莉，养护起来都不难，只要温度超过20度，它就可以一直不断的生长开花。如果想要茉莉花的株型饱满，可以在新枝生长过程中摘心1至2次，生长期间可每10至15天用氮磷钾复合肥和发酵豆饼水交替追肥1次，长出花蕾后改用磷酸2氢钾肥。当茉莉花开花的数量明显减少时，可进行1次修剪。茉莉花非常耐修剪，建议可以将当年生的枝条回剪掉1/2到1/3，然后及时追施氮磷钾复合肥，促使新枝萌发。茉莉花不仅香味好闻，而且摘下来泡茶、煲汤都是1级棒，也是很多老中医的最爱。老中医喜爱茉莉花，不仅仅是因为它味道回甘，它还能消除人体的异味和口臭等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效的食用方法。分享茉莉的食用方法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测试。用2只手轻轻掩住嘴，然后向手掌用力吹一口气，再闻一下气味。如果气味清新，那么恭喜你，没有口气；如果有点不好的气味，那么就要注意口臭的嫌疑了。这里科普一下，口臭的来源有2类，一个是口源性口臭，大概率是龋齿、牙龈炎、牙周炎、口腔溃疡等造成的。另一种是非口源性口臭，比如鼻炎、咽炎、支气管炎、胃炎、胃溃疡等都可能引发口臭。但无论是哪种炎症也好，溃疡也罢，都被中医认为有湿浊，称为浊水。想想被脏水泡着，不散发难闻的气味才怪。古人认为茉莉能除胸中一切陈腐之气，可以辟秽浊，所以想让自己无体臭，每天饮食中可以放一点茉莉花，消除这些浊气。食用的时候，如果你用的是茉莉花蕾，并且带有花托的，那么会有一丝苦味，可以泡茶时放入10克。但如果你用的是没有花托的花球，不会有苦味，可以煲汤或者烧菜等放入6克。食用1个月左右，你就会感受到神奇的效果。2. 晚香玉。晚香玉是种球的植物，晚香玉的香味特别的浓郁，还是制作昂贵香水的原材料。在春天里种植，2个多月就可以窜出长长的花剑，开花时间达到1个月左右，而且香气特别浓郁。在家养1棵，满屋都能闻到花香，花色也特别漂亮，有白色重瓣的晚香玉，还有黄色、粉色的品种，每种都很惊讶。晚香玉养护简单，需要大水、大肥、大太阳，轻松能开花，底部还能窜出一个个的小种球，今年种1棵，明年还能长1哦。如果不想买香水，在家养盆晚香玉，经常浇水就能染上一身的花香。这种植物的花香气比香水可是要清新自然的多，家里养上1盆，进入家里的一瞬间再也没有异味，仿佛置身花海一样。第2类，除臭类，吸附异味。1. 虎皮兰。在新房装修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入手几盆虎皮兰，利用它来吸收新房的甲醛味道。而且虎皮兰叶片挺拔，就像一把宝剑，锋利又威武，民间因此也说它有镇宅的寓意。
所以新屋搬迁都会摆上一盆，而它也同样适合客厅，清新空气还除菌。因为虎皮兰也是耐阴型的植物，而且它可以不断净化空气，特别是在虎皮兰开花的时候，花朵释放的淡淡香气也可以掩盖卫生间的异味。但是想让虎皮兰开出花朵也不简单，首先要保证虎皮兰每天有4至8个小时的日晒时间，它的叶片才会更挺拔，花纹会更好看。我们可以给虎皮兰补充碘花多多1号，即可它枝叶生长，让它具备分化花芽能力。同时在虎皮兰临近花期的时候，给它补充碘花多多2号之类的磷肥。虎皮兰在磷元素的催化下，就会从叶心中抽出一根花梗，然后就会从这个花梗四周分化出小黄花，甚至会分泌出花露，味道香甜，甚至会吸引蚂蚁等过来舔食，可见其味道之香甜。为了延长它的花期，期间我们要延长日晒时间，同时多在周围洒水，提高湿度，保证养分充足，花期就能变长。2. 招财树。招财树又名鸭脚木、鹅掌柴，枝叶密集，郁郁葱葱，一般5-6个小叶子组成一个脚掌式的复式，细看之下十分独特。家里养上一盆，闲暇的时候放眼望去，十分养眼，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，有着8方来财的美好寓意。大型的可以用来点缀客厅、门厅等大一些的环境，小型的可以点缀窗台、案几，十分清新雅致。招财树是有名的制尘小能手，能有效地去除空气里的灰尘、粉尘及二手烟遗留下来的有害气体及烟尘，还有一定的净化有害气体的能力。家里养一盆真的很不错，特别是家里有吸烟的人，一定要养一棵稍大一些的招财树。3. 文竹。文竹的枝叶有点像小树叶，但是更加的柔软，起来十分飘逸，整个株形洒脱文雅，十分大气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把文竹打造成小盆景，颇有一股书香气息，放在窗台案几之上都合适。而且文竹有着节节高升的美好寓意，在孩子房间放一盆是不错的选择。文竹不仅好看、吉祥，生长的过程中还能消毒、杀菌，因为文竹生长的过程中会散发现一种独有的气味，有一定的杀菌作用，还能净化部分有害气体，减少粉尘，所以家里养一盆能让空气更清新。一盆文竹长得越健壮，它的净化能力就越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竹养得郁郁葱葱。平时养护要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，不要强光暴晒，并且不要放在光线太强的地方。一般是土壤3-4成干浇1次水，1个月施2-3次稀薄的肥水就可以。第3类，香草类，清新除虫。1. 碰碰香。碰碰香是一种多浆植物，近2年十分受欢迎。一是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十分可爱，株形清新淡雅，四季翠绿，郁郁葱葱，有非常高的观赏价值。二是因为它的叶片很香，且越触碰香味越浓郁，所以得名碰碰香。它的香味很好闻，有点像熟透的苹果的香味，所以还有人称它是苹果香。三是因为它的嫩枝叶可以食用，可凉拌，可泡酒，可煲汤等等，食用方法多样，且其香诱人，清脆可口。四是因为它的香味可以驱逐蚊虫，赶走蟑螂，捣碎外敷，还可以消炎消肿，保养皮肤，所以养它的人很多。碰碰香也能净化空气，让家里的空气更清新。养一盆在家里，无论是放在客厅、卧室还是书房都很合适。养碰碰香要注意，它是一种喜光植物，但不喜欢强光暴晒，居家养护最好放在光线明亮、通风好的地方，浇水不用过多，一般土壤4成干左右浇1次即可，1个月至少要施1次复合肥，才能长得更旺盛。春夏时节要多修剪，不然长得太快会影响株形。2. 薄荷。薄荷又叫叶西香、银丹草等，是一直很受大家欢迎的观叶小盆栽，并且它还是最常用的中药之一，有消暑清热、清咽利喉等功效。它的叶片能泡水喝，也能作为食材烹制，有一定的食用价值，有促进消化、消暑解渴、增进食欲等作用，而且对伤风鼻塞、流鼻涕、感冒等病症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薄荷的叶片中含有薄荷油、薄荷脑等物质，能减少蚊虫的滋扰。另外小剂量食用薄荷还能帮助睡眠，家里养上几盆，既可以清新空气、减轻异味，还能美化环境，清新又养眼。
薄荷对环境的适应力较强，喜温暖湿润、阳光充足的环境，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5至30度，喜欢疏松肥沃、排水良好的土壤，有一定的耐寒能力。家庭养护可将其放置于光线明亮的地方，浇水需适量，保持盆土湿润即可，并还要勤开窗多通风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